這個事情是出現在2026年的6月16号，在这一天呢，美國的參議院全票199屆國會通過了叫第444號參議院決議。你看199屆國會444號參議院決議。那這個決議呢，在序言裡寫的是什麼呢？習近平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而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對全球穩定與和平構成嚴重威脅的犯罪組織，criminal organization 這個咱們中國人說 organization 我這個詞老是說不好所以呢criminal organization 所以呢这个大家就知道了。定義什麼意思呢？習近平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但是中國共產黨整體是一個威脅全世界的犯罪組織。序言在決議中直接確定什麼？傻逼習近平是一個政治獨裁者dictator 政治獨裁者 dictator， 確認中共 CCP 咱們都知道是一個國際犯罪組織，對全世界實施系統性詐騙，發動侵略跟戰爭威脅，犯下反人類罪，對維吾爾人實施種族滅絕，開展大規模間諜活動，對台灣、菲律賓等國家和地區進行安全威脅等等，一大堆，這叫犯罪事實決議最後指出，要譴責傻逼習近平，譴責中共，聲援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聲援人民，鼓勵全球各國依法對中共官員實施制裁肯定美國會首當其衝，聽明白了嗎？這是在美國歷史上第一次國家的立法機構中正式對一個黨，就是控制國家的獨裁政黨、執政黨中國共產黨定義。原來對於中共的定義是什麼？美國的國會定義叫戰略對手現在改了，叫對於全世界有嚴重威脅的犯罪組織。而且在這份決議中明確把中國共產黨跟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了法律上的分開，這份決議是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提出的，由於沒有任何一個議員反對，所以最終一致同意通過0票反對，全票通過。在美國的立法機構中，咱們都知道，不管是參議院、眾議院，任何一個議員如果認為一個決議有存在不公平或者損害美國國民利益或者損害美國外交利益或者言辭過於激烈，可能導致不該有的爭端，或者不符合黨派的利益，或者違背自身的意識形態等等等等，都會提出反對意見。但這次的決議一致通過，也就是上百位參議院議員在這份決議中沒有任何人有任何意見。那麼根據美國的歷史規律，這種在參議院獲得一致通過的決議特別是涉華決議就不用說了，所有決議都這樣一定會在眾議院也獲得壓倒性的通過如果這個不僅屬於兩院共同決議，兩院共同決議就是到此兩院就 OK 了，未來立法基礎，那麼它要變成一個直接法律呢，就会得到美国總統的簽署，成為聯邦的法律，沒有任何障礙這樣走了很多，比如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香港自治法、台北法案等。所以迄今為止，美國歷史上特別是涉華的決議沒有出現過參議院全票通過，眾議院通過的時候有一丁點障礙，或者美國總統不快速簽署，都沒通過過，一路綠燈。這個就是這一路綠燈的第一步走完了，後面大家等着就是時間的變化了那唯一的變數是什麼？就是這份決議它的性質屬於兩院共同決議，還是總統簽署的明確的聯邦法律約束條款。如果是兩院共同決議簽完了，那代表的是什麼？美國國會的立法立場，也就是美國任何以後國會涉華涉及到中共國的立法，前提都是以中共作為犯罪組織為條件的。那如果它明確是個法律呢，總統簽署，那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共產黨就已經被定性為國際犯罪組織，在美國所有法律條款裡面出現了這個對於全世界來講絕對是史詩級的。
也就是在目前國際司法體系裡，竟然有一個國家還是美國在全世界首先提出中國共產黨不是一個做了一些犯罪或違法行為的普通組織，而是本身就以系統性犯罪、壓迫和侵害為特徵的犯罪組織。在這份決議中，不僅明確了美國法律體系對中國的不可逆定義，而且徹底區分了什麼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前都是混為一談，老是 China 什麼之類的，跟 CCP 一谈。按照美国国会新聞发言人对这次表決的表態，今後出台的很多法律法規政策等等，不再籠統的表達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而是明確的區分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中國共產黨代理人、中共軍隊、中共統戰體系和跨國鎮壓網絡和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中華人民共和國分開。這是美國首次明確法律上對於中共這個犯罪組織和犯罪組織獨裁統治的國家進行的劃分。美國目前對全世界劃分以前3類犯罪組織認定，第一類叫恐怖組織伊斯蘭國基地組織等，第二類叫做犯罪集團墨西哥毒梟、意大利黑手黨等，第3類叫出現犯罪行為的外國政府、朝鮮政府、伊朗政府、叙利亞政府等。這次是美國國會首次確認提出一個國家的執政黨也是國際犯罪組織的第4類首次這個前提呢，也跟美國政府近年來大量的文件都在強調中國共產黨 CCP 不能跟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這個混為一談直接關聯這是能夠互相對照的那這個東西出完了以後，中國共產黨這個獨裁政黨在法律上就出現了一個什麼？它會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和這個國家出現犯罪行為他侵犯了这个國家人民的利益，侵犯了這個國家的資產，都會被美國記錄美國政府就可以更加明確和完善的對這些東西進行調查、記錄、訴訟跟追索了，好吧？所以大家都明白就根據美國歷史咱們都講過了，這種在參議院全票通過的一定沒有任何障礙，這44號決議最後通過，只是區別它在於是兩院決議還是最後能通過美國總統寫的成為立法的直接法律那這個時候也就是全世界第一次，而且是美國在法律明確表示中國共產黨是國際犯罪組織那一旦被美國確認為犯罪組織，在美國整個的歷史上不管是司法呀、行政歷史上，那麼在未來對這個犯罪組織涉嫌的所有跟美國有關的領域，政治、經濟、金融、技術、社會、教育、國際交往等，這個國會認定的這個法條都會進行基礎性的應用，以此為基礎，並且往外擴散換句話說，中國共產黨這個政黨在被美國明確法律上確認為國際犯罪組織以後，所有中國共產黨的組織機構、個人都將成為犯罪組織成員。這個不用我說，美國你問問懂法律、搞法律的人全都明白只要參議院、眾議院最後過了那就是沒辦法，跑不了了，因為你定義中國共產黨就是犯罪組織，那你在裡面呢，你不管是他下屬的企業，那就是機構，為他提供服務的，那你幹活的就是人員。那這個時候按照美國慣例叫分層，從上到下逐層進行打擊，你是犯罪組織嗎？所以最開始面對的打擊的肯定是中共的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員然後再往下呢是中共產黨下面的什麼中共軍委中紀委、政法委、國安委中宣部、中組部、統戰部等等這些機構相關負責人。中共呢再往下呢就是中共負責什麼台灣問題澳門問題香港問題西藏問題新疆問題這些部門的負責人都是犯罪組織成員再往下呢就是被記錄在案的海外的鎮壓的、監控的、綁架、威脅異議人士的部門負責人等等這都是美國歷史上一次一次都這麼幹的，都是這麼幹的對這些人實施政策包括但不限於像他們抓捕刑事逮捕进出境控制、海外資產調查、資產凍結、賬戶凍結、
不動產查封、簽證禁止、家屬資產調查、資金調查、第三國行為控制等等。而且一旦被定义為犯罪組織後，涉及到中國共產黨的全世界的所有組織机構个人都会被美国政府记入相關犯罪組織檔案進行針對性調查和處置以外記入那就不用想了，什麼中共有關的海外關聯的公司基金會什麼海外這些學校中共的團委、中共的學生會海外中共有關的商業聯合會、行業協會等都會被記錄在案。那這個情況下那就不用想了，中國共產黨所有的人員和機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外的國際活動空間，哪怕像他媽柬埔寨跟中共穿一條褲子的，就這種國家，朝鮮一條國家，它的活動空間都會被大幅度的壓縮。對呀，美國確認你是犯罪組織了，那你什麼中國共產黨的人去大幅度壓縮你的行為國際交流行業參觀、海外留學、海外就業、海外投資、海外置業等，那都會被人家監管跟監控。你說我在泰國買個房子，中國共產黨的他媽黨員，你還不知道呢，泰國政府就可能給你查封了。而且涉嫌的不光是中國共產黨黨員本人犯罪組織成員，法律上犯罪成員，家屬，這是人家明確的，家屬叫犯罪組織成員家屬，那麼涉嫌到的相關行為也會被調查犯罪嫌疑行為也會被調查。此外，跟中國共產黨的人員和組織有密切關係的人員和組織在行為、經濟、金融、教育、資產自由交流等方面也會被嚴格的審查跟限制。不僅如此，按照慣例目前都是慣例，沒有例外的慣例，一旦這個組織被美國確認為犯罪組織了，一旦被確認，那馬上第二步跟進就是這七國家，這七國家會迅速跟進。接着就是歐盟，沒進入這期的歐盟、澳大利亞等大量國家都會被跟進那對這個國家都會被明確定義為犯罪組織或按照犯罪組織待遇。所以歷史上規律一直叫什麼？叫美國定義盟國擴散的原則，規律叫這個規律，叫美國定義盟國擴散。美國定義誰是犯罪組織，犯罪組織，美國定義完，盟國就擴散歷史實踐中，儘管有一些國家不一定完全照抄美國的定義組織這個叫不完全組織跟進，但是也會實施兩種，一種叫做完全民意跟進，也就是美國怎麼定義他們怎麼定義，美國怎麼處理他們怎麼處理；一種叫實質跟進，就是不完全使用跟美國相同的名稱，但是在銀行、資產、司法、社會、簽證、教育等方面採取跟美國相同或類似的措施進行控制就這兩種跟進，歷史上就這兩種跟進，所有盟國都會進去美國對美國組織進行了犯罪定性其他國家不跟進不定性，到現在還沒有出現過這種情況，只是時間有的長有的短，那可能中國比較大，那跟進時間可能比較長，但最終一定會跟進所以大家想想這444號決議有多厲害了，大家想想444號決議這個寫的這麼寫，怎麼執行另外一回事，就是這麼寫話的人，我真的不知道你腦子是咋想的，就真的不知道是腦子是咋想的。你他媽參加了伊斯蘭國，他被定義為犯罪組織，你還敢去美國和歐盟嗎？我就問問你，你敢不敢去德國、意大利你是他媽中國共產黨黨員，中國共產黨被定義為犯罪組織，你還敢不敢去了？你是埃薩的成員，埃薩被定義為恐怖組織，你還敢不敢考美國大學了？中國共產黨被美國定義為國際犯罪組織，他媽你是個黨員，你還敢不敢考美國的大學了？就是你腦子就寫寫這個話的人，我不知道這個腦子是咋想的，就是你他媽得是吃了什麼玩意兒，你能寫出這個話？就是你是中國共產黨黨員，我再說一遍，你被美國被很多國家定義為你犯罪組織，你兒子考大學，你是黨的幹部，你還敢不敢讓你兒子去境外考大學？你還敢不敢往境外轉資產？你以前敢在他媽英國買房子，你現在敢不敢？你是犯罪組織，犯罪組織成員買的東西馬上就沒收了。所以我跟你讲，寫這個話的人不知道咋想了
真的是不知道咋想的。所以这种情况下，所有别说你是中国共产党，所有跟中国共产党未来产生交往的国际组织机构都将承受巨大的压力。中共的外交体系按照人工智能的结論叫遭遇毀滅性打擊。对呀，毀滅性打擊，也就是因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軍隊呀、宣傳吶、監察呀、國安都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不是國家領導，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沒有相關政府組織。在國際上，這都是毀滅性打擊啊！你怎麼辦？你只要被認定了啊，你企業有黨組織，你是黨員，你被認定了；你海外留學機構，你是黨員，你是黨員的家屬、黨的領導幹部的關聯人員。甚至於講了聯合國中共黨組織成員認定都會成為噩夢。對啊，你是中共的人，你是犯罪組織成員，你還能不能出現在中國駐美國大使館裡面？因為你已經被美國明確認定為犯罪組織成員，英國跟進確認中國共產黨就是犯罪組織成員，那黨員還敢不敢出現在中國駐英國大使館裡面？你還敢不敢做外交事務了？因為你一旦被確認為國際犯罪組織成員，你有罪证，人家隨時能抓你的。你敢不敢了？你到紐約聯合國大廈工作，對呀，但是你是中國共產黨成員，就問問大家，這些國際上的，比如說這個墨西哥毒梟組織被列入的，敢不敢去聯合國大廈工作？你就要想清楚了啊！你讓國內你拿這個決議，你可以讓豆包給你分析分析，好吧？可以分析分析，這是多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多有意見是一個事情啊！紐約大學研究生，這就是馬上涉及到了，你問問人工智能就知道了。他在研究生的過程中，這個決議一旦被立法了，參議院、眾議院都通過被立法了，可能馬上他的簽證就出問題了，因為他是黨員，他是犯罪組織成員，聽得明白了嗎？你們知道美國現在驅逐人驅逐的有多厲害？這時候就出問題了，而且你想，這種人黨員還想在美國、在英國、在歐盟、在其他國家找工作，你別做夢了，你是犯罪組織成員，你怎麼找工作呀？人家不抓你，不馬上遣返就不錯了，你還能找工作？大家有機會看看這個決議吧，再好好認真檢查一下什麼叫國際犯罪組織成員，好嗎？這個不一樣的，好好去查一下啊，用的這個單詞啊 criminal organization， 去查一下這個單詞原文，這個單詞是什麼意思。然後緊接着，這已經就是很厲害的啊！國內的豆包不敢回答，国內豆包哪敢回答你這個啊？對，國內豆包不知道這個信息，不是不敢回答，國內豆包不知道你這個信息，所以他沒法在這個信息給你回答，他不可能去海外，好嗎？他不可能海外，這個不重要啊！我跟你講這麼多，哎呀，講這麼多，抱歉啊，這都是前提，最重要的來了，你們大家覺得這個事兒狠不狠？能翻牆的出來看看。國際上大量媒體報道，很多人都在說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點事兒都沒有，發現了嗎？有意思吧？有意思啊！你們為什麼我跟你講，這才是關鍵。你們有沒有發現，這個傻逼習近平在川普訪華的時候被侮辱那麼多次，中國外交部一聲都沒吭？發現了嗎？發現華為被美國政府起訴犯罪，多嚴重的事兒啊！中共所有的官媒、外交部一點聲都沒出，華為一點聲都沒出，發現沒有？啊，比亞迪被巴西認定奴役，對吧？這麼大的懲罰，這麼多東西，中國國內的媒體，中國國內平時說啊，巴西政府歧視，巴西怎麼樣，一點聲都没吭。對呀，這還前面打倒日本，打倒巴拿馬，這那的，現在一點事都没吭。這次這麼大事出了，你想想，這能忍嗎？中國共產黨，我操，早翻了臉了。美國政府歧視，美國政府他媽的瞎逼定義組織，美國政府多惡劣，一點聲都没吭。啥意思？2026年，特別是從第二季度以來，大
大量的重大事件。我跟大家都说了，川普的事情也好，华为的事情也好，这个事儿也好，很多事儿，只要是国际上对中国不利的事儿，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句话都不回应，官方媒体提都不提。你们想没想过是怎么回事？对呀，你们想没想过是怎么回事？这就是可怕的，这才是真正可怕的。大家能想明白为什么吗？对呀，这他妈不是明确在全世界他妈骂中共吗？中共他媽的被搞成這個樣子，中共被弄成這個樣子，中共連個屁都不放，全認了，對吧？為什麼？想過嗎？我跟大家講講原因是什麼，我估計你們都不會輕易想得到。有人說瞞着老百姓不讓社會大眾看新聞媒體，老百姓經常翻牆，老百姓還他媽真知道事兒。是因為中共從中央到地方所有的媒體，所有官員的手機都是發的不許翻牆，不許看任何外網，不許看任何非中共給的新聞跟信息。聽明白了嗎？也就是中共的維穩官方體系要求他現在那幾千萬共產黨員鐵統一塊，誰都不許獲取中共給的以外的信息。一個官員你他媽上個外網，馬上就被立案調查，中紀委馬上就出事。你中宣部副部長，你跟國外的信息聯繫廣了，馬上就作為你貪腐，天天貪沒關係，你他媽跟國外敢非黨信息，你敢跟國外聯繫，馬上就給你幹死。也就是傻逼習近平對於下面所有中共體制內部的人，不許有任何外國的真正信息讓他們知道。但是一旦這些有關中國的負面信息，中共要罵大街了啊，他媽的坑害華為，欺負中共啊，中國共產黨污名，罵我們是犯罪分子。大家先想，這個東西出來以後，他媽中共內部是不是就知道中國共產黨在國際上受的壓力有多大？明白嗎？因為中國共產黨內部太亂了，中國共產黨現在統治的極其不穩定打瘋了內部，從上到下民間換屆等等打瘋了。所以在這個情況下，如果這個情況下還知道國外對中國有這麼多的壓力川普都不把習近平放眼裡，他們警衛都直接敢打中國的保安，對吧？這麼諷刺習近平，提這麼多他媽非不合理的要求，結果習近平連個屁都不放要知道這事習近平反覆說台灣人家理都不理，要知道這事華為也被人家正式刑事起訴，嚴重的犯罪問題，要知道這事中國被定義為中國共產黨被定義為國際犯罪組織，要知道這事黨內就瘋了。怎麼辦呢？一方面誰也不許看外面的信息，你們打歸打，你們看見的都是黨讓你們看見的信息，那更不許傳播。那此外呢，所有不利於中共的負面信息呢，不反駁不吭聲，就當不知道一樣。既然不反駁不吭聲，那黨內的人就不知道，中國共產黨原來在全世界有這麼大的打壓。聽明白了嗎？所以那怎麼辦？就是現在這個結果，底下全是不管內部怎麼亂，也得讓他們變成傻子，不能了解國際上的新聞和信息，放棄了，連最基礎的反駁都不能反駁了，老百姓你們上外網，你們走你們的路子，最多警告一下你不是什麼嚴重問題，但如果你是黨的幹部，那這個問題就太嚴重了，你會動搖中國共產黨的根基的，因為中國共產黨內部的人員已經沒有信心了，已經對未來看不見希望了。如果要知道全世界現在對中共的排擠力量，甚至於中國共產黨都被定義為國際犯罪組織，立法確認為國際犯罪組織了，那你想想這黨內不就打瘋了嗎？那有人說那這個東西藏不住熬不住，對，能藏多少藏多少，不是這個。中國從經濟到社會到政治，
你们看一下上半年这么多数据这么差啊，那汽车产业崩成这么一个样子，那光伏就连聊都别聊了啊！你那个7万亿的新质大基建进去，连个水漂都打不响啊，连个一点增长都看不见，各种数据这么差，那中共有没有针对这个现象做任何调查和改进呢？不做，做不了，不行。现在整个的底下的反对意见、躺平的趋勢太嚴重啊，都不再做。那對於習近平來講呢，就還得拼命抓，這段時間又在嚴重的抓很多人啊，但是越抓的越沒人幹，底下的頂的力量又越大，大家就看不見希望。所以現在為什麼叫很危險？有人開篇就說中國共產黨進入很危險狀態，真他媽是很危險的狀態。說難聽點，可能某個時候一個火星下去就炸啊！內部壓力大到了一點外面的負面信息都不希望通過主渠道傳進來啊！大家有點猜測，有點底下瞎說那就算了啊！但是如果你真的中共自己外交部說啊，美國政府對中國共產黨的定義啊是極其惡劣的，中國共產黨要像慣例一樣反對、打擊、不同意。我操，這個事兒要讓中共的中央和地方的這些幹部領導們知道了，哇，那就都瘋了。你想想，中國共產黨的人誰他媽希望被美國和歐盟，對吧？日本、韓國都他媽被定義為犯罪組織成員入個黨，你說他媽誰願意？好吧。這就是現在的現狀，真的，你們看不見啊，表面挺光滑，哎呀，這段時間也沒什麼特別明確的東西反饋，但是壓力已經大到了連這麼惡劣的國際信息，中共連個屁都不敢放的程度啊，所以你們可能也沒什麼人看講，國內的人沒聽到人講這個事兒，為什麼不講？沒人講，誰他媽講啊？好吧，誰講啊？誰都不能講。